坐地鐵的時候，我都很害怕。然後還是要一直背。我現在要走去搭船。我覺得入鄉隨俗就是大概就是這個意思。Good morning, guys！ 大家早安。現在呢，我要帶你們陪我一起去吃早餐。Let's go！ 今天搭地鐵沒有像之前這樣走。看起來真的很大份，超大份，切給我try。Oh my god！ 超好吃的。哦，給大家看呢，這個是來到美國必吃的一個 sandwich， 它叫做 beef pastrami sandwich。我給大家看呢，它的分量真的超級無敵大，還大過我的臉呢。我已經給他拿了一個袋子，因為我知道我一定會吃不完，因為這個它真的很大很大很大個，而且它給的肉超級無敵多，給大家看，看到嗎？真的很誇張耶 ！Oh my god！Oh my god！ 哇，它的肉怎麼可以做到這麼嫩 ？So good！ 喜歡吃肉的朋友很推薦你們來這裡，因為我自己本身就是很喜歡吃肉的。可以看到那個肉還在冒煙，它的那個分量真的是巨大，剩下的我就打包回去給弟弟他們吃。這一個呢，真的是我人生中吃過最好吃的 beef pastrami。它給的牛肉呢，分量超級無敵多，它的肉呢也是煮得非常非常的嫩，很讚，推薦你們來。我剛才按了不要給 tips， 因為你在這裡用餐，你要 check out 的時候，他們就會讓你按那個在那 machine 那邊按那個 tips 這樣子一份 sandwich 呢是33.7。點了一個布丁，第一次看過這樣特別的布丁，它是一個 South Africa 布丁，它旁邊有給一些 cream。來到這一家餐廳呢，是 Coach PR 推薦我來的，然後他跟我說來到這一間餐廳呢，一定要點他們家的這個招牌布丁，哦，是 sponge cake 來的，它有點像 banana cake 的感覺。這個店很好，就是因為它有 outdoor， 然後它的 outdoor 呢就是对着一些商店，然後就可以看到人來人往，還蠻爽的。因為今天的天氣又涼涼這樣子，然後我還點了一杯紅酒。Cheers。我在這個地方呢已經坐了挺久的，我差不多坐了1個小時半到2個小時，現在是12點多。現在的 plan 呢就是要帶你們在這裡附近逛逛，逛了之後呢，我就要帶你們去唐人街。我的朋友呢就蠻推薦我來美國的唐人街，我就問他唐人街有什麼特色，他就跟我說你自己就是去感受一下。所以我就想說呢，待會呢就帶你們陪我一起去感受美國的唐人街。Let's go！哇，這個真的好香哦！它是 banana pudding bomb， 它的口紅的顏色看起來都很深，就是很亮，可是你塗起來其實還好。我現在呢又到回來 SOHO 這裡逛街，我覺得這個 SOHO 呢，它其實還蠻好逛的。它這裡呢有很多東西逛，
除了有衣服、包包、首飾、運動品牌，還有一些彩妝品。如果你們要逛街的話呢，非常推薦大家來這一個地方。而且這裡的建築物拍照也挺好看的，它就復古復古。看這邊呢，還有一些就是露天的咖啡廳。這一家衣服店的衣服真的超好看的，這個店也是那個 Coach PR 推薦我過來的。他們家的衣服呢就比較有質感，而且算是 basic wear， 就是日常可以穿的。他這裡剛好也是賣很多大衣，它的 quality 超好的。這件超美的。今天的午餐呢，我来吃烏冬麵。這個烏冬麵呢，也是那個我的朋友推薦的，他在谷歌的 review 也挺好。然後我在 TikTok 就有刷到別人說，他們家招牌呢是這個尼庫烏冬，還有另外一個呢是有一個有蟹柳的。可是我看到那個烏冬的湯底是濃湯，所以我沒有這樣喜歡，我就點這個牛肉的烏冬。他們說除了它這個烏冬之外呢，它也是有賣一些海鮮丼。海鮮丼也很好吃，哇，熱騰騰的烏冬，這裡有牛肉，然後有牛肚，然後加了一個溫泉飯。我把那個雞蛋呢加進去那個湯底，試試看它的味道。我想要跟大家說呢，他們這一家麵呢，它的烏冬真的很好吃。我點的這個是尼庫烏冬，它的湯底很好喝，它不是那種很濃稠的湯底，可是又不是那種很清淡的，它就有帶一點點的那個牛肉的香味。它的這個烏冬裡面很多料，它給的這個牛肉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嫩，真的很好吃。真的很讚，真的很推薦你們來。SOHO走過來這裡呢，大概是一個10分鐘。吃完了，他們還會送你一個這個葡萄，這樣子的一碗拉麵呢，它的價格是32。这一间呢，经过一个小吃街。我现在逛完了这个 Chinatown， 因为我已經吃飽了，所以我沒有要在這裡用餐。如果你們想要吃中餐的話呢，你們可以到倫敦的 Chinatown。然後我覺得這個地方呢，還蠻像就是在中國的，因為你在那個牆上呢，你就可以看到好像有這種外賣，熊貓外賣，讓我想起美團外賣。這個 Chinatown 這裡呢，它也是有很多那種華人餐廳，還有酒樓。所以如果你們就是 crave for 中餐的話，可以到這裡來。我剛剛走的那個小吃街呢，它是叫做 Little Italy， 它隔壁這條街呢就是 Chinatown。所以大家是如果要剛好來這邊的話，可以順便去逛那個 Little Italy， 因為那邊也是有賣很多的小吃，然後那邊有幾排店呢，都是一些比較正宗的意大利菜。現在要回去酒店，給你們看我今天這樣子走，我已經走了差不多11千步。昨天我走了差不多20千，今天是11千。OK， 現在就坐地鐵回去酒店。你看，有時候坐地鐵還比打車快，可是每次坐地鐵的時候我都很害怕，因為地鐵裡面的人有一些就是好像怪怪的，好像我今天早上搭地鐵，有一個人就一直在那邊喊，然後一直講話，然後他就跟着空氣講話。建議如果你是一個女生來紐約這裡旅遊的話呢，晚上最好是不要搭地鐵，因為真的很可怕。Good morning, guys！ 大家早安。現在呢，我們要準備出去吃早餐。吃完早餐之後呢，我就要帶你們去逛街。我們今天要去逛的地方呢，叫做 Orchard Street。那裡呢，就有很多小店，然後有一些中古店。待會呢，就帶你們陪我們一起出去逛逛。現在先去吃早餐嘍。
pudding. Oh, this is so cute.哇，对面还有爸爸 Rich， 哇，然後還有一隻白。Hello。我們來到了這一家店呢，這一家店是 Blackpink Jennie 很喜歡的一家店，它叫做 Sandy Liang。我們該走20多分鐘，就是為了來這一家店。无意间經過一家店，然後它是吃中餐的小吃，所以我們就想說就在這裡坐一下。點了一個小吃，這一個是 raw scallop， 上面有一些水果，然後還點了一杯紅酒。Kitty 饅頭還有 Cody 他們去 shopping， 然後我就在那個 shopping 的附近呢，就找了一家餐廳。這家餐廳呢也是我朋友推薦的，我就想說來這裡就是 chill 一下，順便等他們。Oh my god， so good。哇，超好吃啊 ！So good， 有點驚豔到我哎。虽然它的價錢有點小貴啊，那一份要27塊USD， 只是 for appetizer， 可是它真的很好吃。又鮮又甜，然後它又有一點放點鹽，一口下去就很 flavorful。因為等下晚上呢，我們要去跟 PR 吃晚餐，所以我就沒有點很多，我就點1份吧。然後待會晚上要去吃的那個是牛排館，然後那一家牛排館也是挺有名的。大家早安，現在呢，我們要準備去吃早餐。饅頭在網上就刷到了一家吃 French toast 的一個餐廳，順便給大家看一下今天的 outfit。其實今天呢，穿的這個 top 呢是前幾天逛街買的，然後褲子是 Levi's 的，然後我披這個外套，因為我有一個業配要拍。然後剛好那個產品是黃色，所以我就穿黃色。然後今天的包包再有一點遠，所以有點懶惰拿。OK， 就這樣，我們去吃早餐唄。來到這一個餐廳，這裡好多人，應該要等好一陣子。現在呢，我要跟我朋友去吃晚餐，然後饅頭他們去吃omakase，所以我們等下11點才會見面。我來到了這一家餐廳吃東西。這一家餐廳呢，它是專吃海鮮。然後我點了那個店員推薦的其中一個招牌，因為我跟他說，其實我沒有很餓，所以我想要點一個比較小份的。它下面應該是橄欖油來的，然後有一點點鹹鹹的。然後旁邊還有給了很多的蔬菜。它的蝦呢煮到很嫩，可是有一點點鹹。排隊買披薩，這家必打卡的一個披薩店，雖然不知道它好不好吃。
OK， 我現在呢在等饅頭還有 Cody 回來。剛才呢我就經過這個 Joe's Pizza， 我就買了一個披薩。Oh my god！ 這個呢是來到美國一定要吃的披薩。其實呢，饅頭跟弟弟他們前幾天就去買來吃，他們講這個披薩不是很好吃。可是呢，我就是想要試一下，因為 Joe's Pizza 呢，每次以前小時候就是看美劇的時候就有看到大家都在吃這個披薩，所以我就買了一片來試試看。當當當當，然後買的是 pepperoni。真的不是很好吃哎 ，Not so good。我跟饅頭第一天的時候經過那個披薩店，然後那個司機叫我們買那一家披薩，我覺得那一家好吃太多了，這個真的沒有很好吃。我先去看我的戀綜，它叫做 Better Late Than Single。這個戀綜呢，它跟平常戀綜比較不一樣的是，因為他們全部都是母胎單身，然後我覺得很秀，看他们第一次談戀愛，然後手牽手那種感覺，讓我就是那種想回去以前第一次拍拖的那種感覺，我覺得很好看，蠻推薦大家來看。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呢？算了唄。這一家餐廳呢，這一家餐廳也是一個 brunch 店，可是它是一個法國的早餐店。然後我剛才來的時候呢，大概排隊排了20分鐘，因為我想要坐外面的桌子。可是如果你們在外面排隊的話，很快就可以進到裡面去。它的咖啡真的好香。點了他們家的招牌，它的招牌呢就是這個 scrambled egg toast。它這個 scrambled egg 呢，就看起來就是非常的 creamy。然後它上面呢就有撒了很多的 cheese， 還有一些火腿。Oh my god， 好吃耶！它的蛋真的很滑耶。我發現到這裡的麵包都有一個共同點，他們的麵包都很難切。去了好幾家早餐店都是一樣。為什麼一個人來吃早餐呢？是因為饅頭呢，他在房間拍業配，然後我今天早上很早就起來了，所以我就想說先來吃早餐，然後等下下午呢，我們就會一起去一個遊樂園。哇哦，蛋真的很好吃。喂，走開走開，太好吃了，蜜蜂都來，越來越多人來排隊了。去搭船去一個小區，那個小區叫做 Williamsburg， 那邊聽說有很多的小店可以逛逛。我現在要走去搭船。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小区，他们在买matcha，然后我就想说在这里附近逛逛。这个小区呢，它也是比较少游客的一个小区，它这里呢就有很多的 vintage shop。现在就带你们去看看。Joe's Pizza is everywhere。没有想到这里呢，就有一家 Lululemon。五個 store。我們剛剛打車來到這個遊樂園呢，大概要1個小時。這個遊樂園呢，它真的挺美的，而且它是靠近海邊，在這邊拍照就很好看。
其實我們現在來這遊樂園呢，只是為了要拍照，我們沒有要玩。這遊樂園呢，你進來這裡玩呢是不需要買票的，你要玩哪一個你就買那個token去玩那個遊戲就好了。這個遊樂園呢，它是連着這個海邊，海邊旁邊呢，這裡就有很多露天式的酒吧。OK， 我現在呢在 check in 另外一家 hotel， 然後這一個 hotel 呢也是在我們之前住的 hotel 附近，因為饅頭跟 Kitty 都回去了，所以我就搬去另外一家酒店。然後現在在準備 check in， 現在是晚上8點。現在我 check in 之後呢，我就要去附近吃東西。那我有一點點的小餓。哇 ，OK，the room is quite big。我已經 check in 了我的房間，这個房間真的挺不錯的耶。床就在這兒，電視機就在這。這裡有一個小客廳，這裡有一個小廚房。雖然我沒有要煮東西啦，可是我覺得有這個小廚房也挺方便的。你看這邊還有一個就是 microwave 可以預熱的東西，竟然還有洗碗機。還要走過來這邊，哇，還有一個全身鏡 ，not bad。廁所就在這裡。雖然不是很大，可是我覺得也挺夠用的。Oh my god！ 我真心覺得這一家 hotel 的性價比挺高的。雖然那一家是5星級酒店，可是那一家的價格跟這一家比起來，我覺得這一家的性價比比較高。而且呢，他們的地點就是很靠近。這一家不止便宜，而且它的地方真的很大。我真的覺得挺值得的耶。我會把那個 location 放在這裡。如果你們下次有來紐約的話，你們可以 check out 這一家 hotel。OK， 我現在要出去吃晚餐。要去附近的一家韓國餐，因為這幾天呢吃太多西餐了，我突然間就是很想要吃一些比較暖胃的 Asian food， 所以我就決定了去這一家 PR 他們推薦的一家餐廳。廢話不多說 ，Let's go！ 我們要到咯。這一家餐廳呢，離那個酒店呢只需要一個10分鐘。為什麼現在這裡是排隊是嗎？What？ 竟然排隊！剛好我的在的這一條街呢，它好像是韓國街來的，這裡有很多的韓國餐。然後我現在來到這裡，這一家呢是在這裡挺有名的一家韓國餐，叫做 BCD。這一家店好熱鬧，好多人呢。現在已經是晚上差不多9點，可是還是很多人。他們家的招牌好像是他們的那個豆腐湯。Good morning, guys！ 大家早安。今天呢是我在紐約的最後一天。我想說今天的行程呢就比較輕鬆一點，就是去城市 City Walk 喝喝咖啡，買買手信。我在紐約待了1個星期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紐約的一點小小心得，還有幾個非常推薦大家去的地方。第一個想要推薦大家去的地方呢，就是 West Village。這個地方呢是我很喜歡的一個地方，因為這個地方呢它就沒有這麼的雜亂。然後另外一個我覺得可以值得去的地方就是 Central Park。這個 park 呢它還蠻熱鬧的，下午的時候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的當地人會在那裡野餐。還有另外一個值得去的地方呢，就是 Williamsburg。這個 Williamsburg 呢，它也是一個小區，然後這個小區呢，它就有很多的小店。如果你們是喜歡購物的話呢，我就推薦大家去 Times Square 還有 Soho。這2個地方呢是比較多遊客去的地方，人也相對的比較多。你在這2個地方呢，你就可以感受到紐約的那種氣氛，那種很亂的氣氛。在紐約玩了1個星期呢，有幾個餐廳我是非常推薦你們去的，就是 Delmonico。
這一家餐廳呢，它是比較 fine dining 一點，它是吃那個牛排。我覺得他們的牛排很好吃，它的氛圍也是很好。可是呢，它就是有一點點小貴。還有另外一個非常值得去吃的牛排，就是叫 Wolfgang。這個呢，算是比較平價版一點的牛排店，但它的分量就是有一點點太過大。那時候我們點一個2人份的，可是我們5個人吃都吃不完。第3個呢，我覺得非常推薦你們去吃的就是那個 Castelli， 那一個是一個牛肉 sandwich， 那個 sandwich 真的超級無敵好吃。它的那個牛肉呢，就是煮得非常非常的軟爛，真的很好吃。接下來就是 bagel 呢，我就非常推薦大家去吃這個 Russ and Daughter。這個的 bagel 呢也是做得非常好，他們的口感很好，然後他們的內餡也是非常的新鮮。如果1人食的話呢，我就推薦大家去吃這個 Ragu Udon。这個 Ragu Udon 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吃，它的那個湯底也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哦。還有一個很推薦你們去的地方就是 Chelsea Market。Chelsea Market 呢，它就是一個市场。它是一個很像這裡的 food court 這樣子，這個 food court 呢就有賣海鮮，它的海鮮也是很新鮮。我記得那天我點那個 lobster roll 的那個 lobster 給的超多，超好吃。還有，如果你們是喜歡看展覽的話呢，就推薦大家去 MoMA Museum。在這個 MoMA Museum 裡面呢，它其實還蠻大的，你可以在這裡就是逛1-2個小時。MoMA Museum 呢，它還蠻靠近 Chelsea Market 的，蠻推薦你們如果要去 MoMA Museum 的時候，你們也可以順便去 Chelsea Market。如果你們來紐約旅遊的話呢，奉勸大家要小心，因為他們的地鐵真的有一點亂。然後地鐵呢，你會看到很多奇奇怪怪的人在裡面大喊。好像昨天呢，我就遇到一個女生，她就在地鐵裡罵我，她就罵我Chinese Asian， 然後罵。然後當下的時候，其實我真的很生氣，我真的很想要罵回她，因為我就覺得我無緣無故我就被罵，可是我又就是忍着那個氣，我就想說我就很委屈，我就低着頭。當下的時候，我真的很想要就是流眼淚，可是我就忍着，我沒有就是骂回她。過後我一下地鐵的時候，我就遇到很多人，他們就跑來跟我說 Are you okay? Are you okay? 沒有想到一下地鐵就很多國外的人就來安慰我，跟我說沒關係，那個女生是神經病。整體來說，我感覺這個 trip 其實還蠻充實的。然後我也是第一次來紐約，我可以感受到莫名的城市感。這裡的人就很向往自由，他們也不 care， 然後他們想要幹嘛就幹嘛。但我覺得在這裡呢，雖然是很亂，可是我遇到的好心人也是很多。好像我在地鐵我迷路的時候，還是有很多好心人幫我帶路啊，然後跟我說要去哪裡啊，甚至有些帶我到對的那個地鐵，然後等到我上那個地鐵。我覺得好的人也是挺多的。還有呢，就是我想說呢，在紐約這裡呢，它的消費其實還蠻高的。基本上我們吃每一餐呢，大概都是20塊到30塊美金。然後每次去用餐的時候呢，餐廳基本上呢都是要給一個小費，小費最 minimum 就是18%，你可以選擇給或者選擇不給。可是有一些餐廳呢，它是會跟你討，因為我本身是很喜歡喝紅酒的，可是這裡的紅酒一杯就要29 US dollar， 一杯就是差不多100多塊馬幣。這個話癆呢說話完畢，我現在要準備去吃早餐，我們一起出發吧。我刚刚買到了我的三明治，我點的這個呢是店員推薦的，他說呢這個是他們家的 best seller。哇哦！那這個 sandwich 裡面呢，它有肉，然後有那個開心果醬，然後白白那個我不知道是什麼來的，不懂是 yogurt 還是 cheese。好好吃呢！不知道你們有聽到那個脆脆的聲音。這一家 sandwich 店，它的 sandwich 真的很讚，真的很推薦你們來。Oh my god！ 這一家 Apple 店也太美了吧！是要預定位置的，可是我就是 try walk
我來到的這一家意大利餐，好多人呢。我點了他們的一個海鮮 pasta，the best carbonara. Never have. I've been coming for 10 years. But I ordered the seafood. Ordered seafood. That's good. 他跟我說這一家意大利麵很好吃，已經在這裡吃10年了。他們的那個麵條的口感超好的，它是那種比較有口感那種 Q 的麵條，而且呢，它的那個味道呢是有一點點酸酸的。現在呢是下午4點多，然後我來到我酒店附近的一個 pub， 這個 pub 呢叫做 St. Brian Pub。现在带你们在这个 pub 走一走。今天是礼拜天，所以这里的人特別多。然後這裡有一個旋轉木馬，然後這裡有很多這種 open air 的桌子椅子，可以給你們就是買了食物在這裡吃。那個 St. Brian Pub 旁邊呢，就有很多咖啡廳，還有一些 bakery， 你們可以就是在旁邊買的那些 bakery 呢，然後就來到這個公園這裡野餐。前面這裡呢有一家非常漂亮的餐廳，叫做 Brian Pub。哇，它是有點法式這樣子的餐廳，在這裡拍照一定很好看。我覺得這個 pub 還蠻 interesting 的，因為呢，它附近呢周圍都是高樓大廈，然後中間呢就有一個小花園。這個 pub 呢離 Times Square 也是不遠，走路的話大概應該是10分鐘。如果你們剛好有來時代廣場的話，你們也是可以來這一個公園感受一下這裡的氛圍。你看大家都在這裡野餐，如果沒看錯的話呢，這裡晚上呢是有一個露天的電影院。我覺得這個畫面呢真的很值得被記錄，因為在馬來西亞肯定不會有看到這樣子的畫面。你看這邊的人就是會躺在草地上看書啊，然後在這裡 enjoy。我覺得國外其中一個很好的一點呢，是因為天氣，因為這邊天氣比較涼的關係，所以有很多這樣子的戶外活動。馬來西亞呢真的是太熱了，所以很少人會就是去公園，而且現在是下午4點，就在公園這樣躺着，真的很舒服，很爽。有一種就是入鄉隨俗，我覺得入鄉隨俗就是大概就是這個意思。OK， 我現在呢要出去吃晚餐。剛才呢就在那個 pub 就休息了蠻久的，然後就回來 hotel 放東西。現在呢就要帶你們陪我一起去吃東西。Let's go。